大家好，比特币昨天冲到 65K， 价格现在是又跌了下来。很多朋友在担心这里压力会不会又继续下跌，包括链上鲸鱼的数据，这几天鲸鱼好像又在自买。那等下来分享短线的一些观点。不过我1-2年之前的长线利润，目前还是继续在持有，以及这一次 50K 左右有在做对的一些利润，风格也是一样。做对赌大长线，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个人推崇可以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合约现货交易手续费返佣 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昨天这一根蜡烛的收盘，它是又收了一个螺旋的 K 线啊。当然，这个位置会不会再下跌，或者是昨天的这个高点也是来到一个理论的目标位，就是前面这个看涨楔形的高点。之前在低位的时候也是给大家信心，因为从形态里面来观察，像这么急促的下跌，我估计是主力在打压，继续骗取散户的筹码，所以之前在低点的位置有做多，后面这个位置下降趋势突破，交易群上面也是在通知朋友们，趋势突破压回趋势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买点哦。那现在涨上来利润为什么还是继续爆，或者是短线有可能它会在这个位置会不会再回撤，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理论上这个看涨楔形的形态，现在是空间来到一个满足位，不过我们参考历史上的图表，如果要回撤也是有可能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年在2023年8月份到9月份的这个底部，视频也是提醒好几次，这个位置当时有一个看涨楔形，不过现在的位置盘整了200多天，有可能是很像当时的这个位置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几个看涨的楔形结构，主力不断的在打压，或者是低点的位置，有可能就是在骗取筹码。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看涨楔形这个位置高点是没有穿过这个高点，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继续打压一个看涨楔形的结构，也是在这边继续骗取散户的筹码。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后面这边上涨的一个高点，它也是交代了，就是之前这个看涨楔形的这个高点，后面它是又继续洗啊，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有些朋友担心 65K 没有突破，会不会又继续或者是下跌？那我们参考之前的一些经验，就是这个主力他很喜欢洗盘，特别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比特币空间涨了3倍，所以也有可能这个位置我们要防，就是这个主力它目前是在盘整，因为从裸 K 的形态可以观察，一根螺旋的 K 线有可能就预示着这个位置主力会洗盘。那这个位置盘整的结构下，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如果它要再洗盘，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如果真的在下跌，就是观察一下这一个 KD 指标目前还是在强势区，虽然它这个位置是在死亡交叉，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过，那我们尽量观察，就是这个 KD 值不要又回到这个80以内，那有可能代表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要小心。如果盘整的话，还有没有可能挖坑，有可能才是下一步或者是做多的支撑位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包括链上鲸鱼的数据。大家记得之前在低点的时候，也就是比特币在下跌，包括后面这一波上涨，是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主力鲸鱼的钱包不一定是全部都在100枚以上的这个大钱包里面，因为当时在低点的时候，包括当时在这个位置上涨的时候，是有跟大家提醒，持有0枚到1枚的比特币这个钱包群，是之前在低点的时候每天都是以300枚到接近不到500枚的一个数量，好像基本上每天都在买入。但是就这一段时间涨到高点的时候，是有发现前几天包括最近7天的这一个持有1枚以下比特币的钱包，它是有流出一些比特币，或者是流到这个大鲸鱼，就是持有100枚以上的可能大长线的钱包。所以我的观点，
就是目前的位置，既然判断有可能还是在盘整，当然整个长线我的观点是，包括整个中线的空间，这个期望应该是要去挑战，因为这个头肩底的结构，它这边突破理论的一个空间应该会去这个期望，只是过程我不知道这个位置会不会再挖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oinGlass 上面 OKX 交易对的这个比特币目前的资金费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波涨到高点的时候，最近高点的位置也没有发现这个资金费率是变为负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比特币从 53K 附近涨到这个位置接近$60,500，就是那个日线颈线的支撑位，大约也是在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我们可以留一下，就是比特币价格在上涨，但是之前在这个高点的位置，资金费率当时却是负的，那有可能代表就是当时在高点的位置有一些大户的资金或者是主力，它是在这个位置是有做一些做空的动作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这个位置就是比特币整个持仓的情况有可能也是代表不一定全部都是主力在这个位置加仓做空，我们要去思考，也有可能是散户的一些筹码在看涨比特币，然后低点的时候不敢买，因为低点的时候持仓数量是在下降，后面是在高点的位置，有可能散户是在追加，所以在这个位置有一次资金费率转负，然后有可能也就是主力在这个位置下跌了一波，然后就是清算了一波当时在这个位置追涨的一些多头，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持仓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后面是在低点的位置，也是有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4个小时里面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在这个位置突破，这边是一个颈线的支撑，而且在这个位置的低点，资金费率上升的幅度是相对比较大，也是有跟大家提醒过，资金费率上升正的结构代表有可能期货的价格它是高于现货的价格，代表整个趋势有可能方向是看涨的，所以现在来到高点的位置，我们再观察一下，就是它这个资金费率也没有明显出现类似之前的这个高点出现负资金费率的一个情况，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继续挖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技术图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上一波比特币4个小时，包括交易群上面以及视频也是有提醒大家，这边是一个4个小时头肩底的形态，后面突破到这个位置，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资金费率是在这个高点位置有一个负的资金费率，而且持仓量是在上升。不过后面它跌回到这个位置，群上面也是通知朋友们，这个颈线的位置应该是可以做多，后面是那个持仓数据就是在这个位置下降，所以现在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如果主力那么坏的情况下，目前是一个盘整区，盘整以往的经验，主力是经常喜欢挖陷阱昨天的这个高点是一个满足位，那现在又回来，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如果把这个支撑大约是在 62K 附近，如果跌破的话，我们尽量去观察它会不会又挖坑，也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60,500，到时候我们观察一下会不会有一个支撑。当然这个位置现在空间涨高了，我也不确定主力到底会不会真的会不会挖坑，我是希望它这个位置盘整到位就直接继续给我往上涨。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